平时干完活都是东家给我结账，今天干完活我倒给东家结账。Hello， 兄弟们，今天我们出来干点活，挖个基础槽，打个宝坎。大家对这个地方还熟不熟悉？这个地坪和边上这个宝坎是我们去年年底在这里干的，然后今年隔壁这个东家说他边上这个宝坎也要倒起来，所以又喊我们挖机过来给他干点活。现在我们挖的这个水泥块是我们之前从上个工地拉过来的，东家说把这个拉过来到时候倒混凝土的时候往里面加一点，当做石头用。这个地方呢，东家要在这里堆沙子和石子儿，我们就把这里清理一下，清理好之后，这个石子马上就要拉过来了。这个宝坎的基础槽我们在上面挖不到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挖机开到这个小河沟去。在下去之前，我们把边上这个树枝给东家挖起来，挖好了之后，我们把这个路修一修，然后就把挖机开到河里面去。这个河沟大概有3米多宽，我们在下来的同时就来个神龙摆尾，就把这个挖机摆正了。摆正之后，我们直接往前面开，边开的同时边把这个路修一修。这个下游还有几根树，我们把这几根树也给东家挖掉。这个树东家不要了，所以我们就随便挖，挖了之后再把这个树给它推上去。到时候东家要把这个拿去当柴火烧。边上的树木我们挖完了之后，把挖机开到下游来，把这个下游清理一下。因为这个地方有点高，这个水走不出去，我们要在这里挖个槽，把这个水引出去。这里虽然是个小河沟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河沟里面全是那种淤泥，这个全是淤泥，这个沟都没法挖，一挖好淤泥又下去了，又把这个沟挡住了，水还是淌不出去。所以我们就临时改变了一个方案，我们又把挖机开到上游来，在上游的这个位置在这里挖一个大坑，把这个水灌到这里。挖这个坑有2个目的，第一个是挡水，第二个就是我们搬混凝土的时候就可以在这里抽水了。坑挖好了，我们就把挖机开下去，开始挖这个基础槽。我们把上面的来水挖断之后，再挖这个基础槽就好挖很多了。虽然这个基础槽好挖了一点，但是呢，我们在挖基础槽的时候这个基础槽的边上我们还是要留一条水沟，到时候上面的水满了下来就可以从边上这个沟里面流出去。最后这一点收尾的，我们就把挖机开上来停到这个桥上，在这个桥上面挖。这个基础槽有点不好挖，挖的又比较深，边挖又边在垮，所以这个基础槽挖出来就不是很好看。基础槽挖好了之后，我们就在这个边上挖一个坑，准备在这里搬混凝土。挖起的泥巴比较多没地方堆，我们只有把这个泥巴堆到这个水泥块上面，到时候用水泥块的时候我们再掏一下。挖出来的石头我们就直接扔到这个基础槽里面。这个坑挖好了，我们就开始往里面加料，2斗石子1斗沙。我们在搬混凝土的时候，这东家说我们这个斗里面的泥巴比较多，喊到一个人把我们这个泥巴给我们掏一掏。他在掏泥巴的同时我们就拿着黄油枪来打黄油。掏到后面呢，说掏不动，然后就去拿了一个电钻，用电钻打。原来那里面是以前沾到水泥和泥巴联合在一起了，所以导致他们掏不动。斗斗里的泥巴掏完了之后，我们就开始搬这个混凝土。第一次搬混凝土的时候，我们不要搬多了，先看一下这个坑到底一次性能搬多少。这个时候天都快黑了，我们今天主要的目的就是把这个垫层打好就 OK 了。混凝土我们搬好了，然后边上又垮了一些泥巴下去，现在工人在下面掏泥巴，等工人把泥巴掏了，我们就可以倒混凝土了。
肯定有老铁说套的那个泥巴为什么不套上去？现在啊，我们是打的一个垫层，而且挖的也比较宽又深，所以啊，有一点泥巴问题不是很大，只要挨着这个墙的位置没有泥巴就行了。今天我们把这个垫层打好了，就等着工人来支模。现在啊，又是几天之后，我们中途啊又在外面去干了一点活。当他们工人把这个模支好了，我们再过来。这次支的这个模和上次一样，支的一个竖模。上次呢，我们到那个混凝土包模了，今天呢，我看他们工人加固加的还是挺牢固的。今天呢，主要目的是打混凝土和收这个平面。来了之后，我们就直接帮混凝土开始倒。当我们倒了一层混凝土之后，之前我们不是拉了一些水泥块来嘛，就把那个水泥块掏一些起来，扔到这个里面去，这样能节省一些材料，而且时间上面呢也能缩短很长一截，就相当于是毛石混凝土，这样啊结构力就会更好一些。挡土墙打得差不多了，然后东家说这个位置啊要跟他挖一个化粪池。以前这里是一片竹林，这个竹子啊被东家砍掉了，让我们先把这个竹脑壳啊给它掏起来，不然这个竹脑壳到时候一烂掉就会镂空往下沉。竹脑壳掏完了之后，我们就把这个地方先把它收平，收平了之后让东家来确定一下这个化粪池在什么地方。这个化粪池东家的要求是挖3米多长，2米多宽，深度在1.5米左右。没挖之前生怕下面有石头挖不动，因为我们这个挖机没有配破碎锤。好在呢，我们挖下去之后啊，这一片全部都是土。化粪池我们挖好了之后，东家说这个边上还有一个羊沟，让我们给它掏下去，从房子后面那个沟一直接出来，到时候东家再去买几根航管。化粪池和羊沟我们挖好之后，就把这个挖起来的泥巴散在这个平面上。这个平面呢，到时候东家要在上面建一个火房。平完之后啊，东家让我们在这里掏，说这个下面呢有个宝贝。我们一掏才发现呢，下面是2块钢板。这2块钢板是之前东家在建前面那个桥的时候买的，现在呀没什么用了，就准备说丢在这里。此时此刻呀，我心里面就有个想法，想把这2块钢板给东家拿下来。我们先把钢板放在一堆，先把这个活干完了，再去找东家商量一下。之前接了一个清淤泥的活，但是啊，由于我们挖机小淤泥深啊，就不敢接这个活。现在有这个钢板呢，就打算把这个钢板买下来，以后啊有活的时候可以用得到。这个地方还差很多土，东家就让我们把河里面的泥巴挖起来垫在这个位置，顺便呢也能把河道疏通一下。由于从河里面挖起来的，然后啊都比较稀，东家呀想让我们给它压一压。我说这个这么稀没法压的，一压旁边的又积起来了，所以啊我们就用斗给它扫平，扫平了之后等它自然沉淀。反正东家现在也不急着建火房，要等到下半年，所以啊中途这点时间完全是够它自然沉淀的。最后这点没用完的沙子，我们就给它挖到这个边上去，把这个路腾出来。这个沙子啊，到时候砍这个地坝的时候还可以用。水泥啊也剩了很多，我们把这个水泥也给东家转过去。东家这个3合院还在搞装修，这个水泥呢并不是我们预算多了，而是东家可以多拉了一点搞装修用的。这个中途呢，我跟这个东家呀商量了一下，问他这个钢板他卖不卖，卖的话我把它就买走。当时东家想，他反正这个桥架好了，钢板放在这里也没什么用，说拿去卖吧又盘不动，所以呀就跟东家商量好，我把这个钢板给他买下来。这里老铁们可以猜一猜，这个钢板我是花了多少钱买下来的？这2块钢板是2个东家的。这个东家呀，在现场我们就给他现钱，另外一个东家我们就是微信给他转的账。账结完之后，我们就挖着这个钢板准备收工啊，转场了。这个钢板虽然我们把它买下来了，但是还是有一点点遗憾。
这个杆本呢只有0.6公分，如果说有个1公分，那就完美了。有了这2块杆板以后，遇到轻淤泥的活就不会胆怯，就敢接活了。我们打算把这个杆板扔到这个车里面，然后挖机再停到上面把它拖回去。但是我们这个挖机也要开上去，所以我们在放这个杆板的时候，尽量把它放在中间。我们在上挖机的时候，尽量那个履带不要压到这个杆板，不然到时候我们上下坡的时候就比较危险，车子很容易滑下来。挖机上去之后，这个履带把那个板子只压了一点点，应该问题不大。最后老铁们再猜猜这2块杆板我是花了多少钱买下来的？